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观点。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1号。今天我们分享一篇刚刚发布的调查报告。没想到这篇财务报告呢，居然引起全球财经和情报界的重视。中国政府向全球投资的规模和流向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在分享这个报告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发布的机构。一般美国的发布报告通常都是财经系统或者是独立的研究机构，而这次是威廉玛丽学院的全球援助研究中心。这家中心呢是专门分析各个政府向外投资的一些情况。他们就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情况，那就是中国对外投资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于是乎呢，他们就向中国的经办部门商务部进行求证，说你难道不应该让全球知道你们有多么的慷慨吗？这多有荣誉感呀，要多有面子嘛。但是商务部的人给了他一个非常智慧的回复，他说凡是受到我们贷款资助和帮助的人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是有多么慷慨了。他的意思就是你跟我关系不着的事儿，我不需要告诉你我援助多少，实际上就是婉言谢绝了公开报告。这对于他们来讲，这属于叫高度机密。现在咱们清楚了，这个商务部它就是一个办事的执行部门，真正说了算的那是中共最高的决策机构国安委，或者说是金融管理局。然后呢，这家机构他就组织了142名的财税专家和金融专家和调查员，这队伍够大的。然后呢，历时3年的时间，他们呢调取了数十万的信息，然后呢有200多个税务区，他们终于得出了一条线索。当然，这也有赖于 AI 的精算中国政府对外援助金额居然高达2.2万亿美金。他老说自己没钱，实际上他对外的援助或者说是贷款还是非常多的。那你不知道第一大国是谁呢？不是老习嘴里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在这里边只占20%，而且还越来越低。第一大贷款国居然是美国，没想到吧？虽然说两国经常掐起来，但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对外放款是首选美国，这儿它就是事实。我们简要分析一下这些数据，就是过去3年中共政府累计对外的投资，当然有的是以贷款以借款的形式，你总之这钱贷出去了，高达2.2万亿，其中排名第一的是这个2020亿，投到了美国2000多个实体，这些实体遍布美国几乎所有的州。一会儿呢，我再告诉你他投这个钱呢，不是为了财务收益，他是为了什么呀？2个原因。第一个呢叫基础设施和情报，第二个叫做知识产权。咱们先分享第一类，那就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它主要分为港口、机场、航站楼、高速公路、输变电站和电信的网络通信系统。这些都是关系当地安全和居民稳定的基础设施。它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获取你这个港口来了多少船，有哪些是军用的物资，出口方、进口方是谁，这些数据经过秒速，它就清楚这儿是否是一个军事周转站，到底是哪些企业在往外出口。这些数据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机密。你看，它重要的就是码头、机场、航站楼，人财物的流动它是门清的。给你举一个例子，
从加拿大到纽约啊，它有一个输变电站，再就是高压系统。而他呢，投资了这个电网，他当然清楚，如果有一天我要瘫痪这个电网，那就会造成居民的恐慌。如果说美国有些大城市的电网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就会出现什么？万一打起仗来，他直接给你断网了。第二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知识产权。前几年老习搞过大炼芯片，发现效果不好，千亿的资金砸下去，有几千家企业啊，却拿到了这个钱。拿到钱以后，他没去搞什么芯片啊，他搞房地产去了。所以说啊，老习也看透了，不能光指望自己人研发，差的还是比较远。那还是老本行啊，那就是山寨。所以说啊，他通过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这种不注明股东名册的这种离岸港，他也不通过银行，是通过若干家的影子银行，这个是高达数千家，以各种投资公司啊、顾问公司的名义，他以这个出现的。然后呢，雇员也不一定是华人，可能就是当地人，他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这样高精尖、技术领先的国度啊，去寻找新的投资目标。在这儿呢，我跟您分享一下，只要是做生意，无论你在哪个国家，如果你想干大呀，现金流它就是你的血液。如果你看上一个项目，你缺钱，你就会错失良机。如果五大银行、中农工建交过来告诉你啊，放手去干，就这4个字，你要多少钱呢？我给你提供融资支持。那呀，你就会加大的力度去搜寻这些企业，因为4大行告诉你了，不一定是要看收益，关键是这个技术啊，它必须围绕我们圈定的那17个行业。给你举几个例子：芯片、半导体、稀有金属、矿藏、生物制药啊，什么量子能，这些东西啊都是高精尖的，当然也充满了风险。有些保守的这个财团啊不敢投，万一赔了呢？他无所谓，赔了没关系，关键你得把那技术给我拿过来。哎，赔了也行啊，对吧？所以说啊，中共通过这2种方式，一个是拿这个基础设施掌握数据和情报，第二个呢，投这些有高成长性的尖端科技。你回来以后，因为这种企业啊，投完资以后就可以进入董事会，而且这董事会里的人啊，他也是行家，你也骗不了他。他如果想通过你的数据进行拷贝，或者去向国内进行分享，你也无可能什么专利啊、知识产权啊。那中国的同类产品给你做出来的，而且做的还比你还快，价钱可能还比你便宜。所以说，中国通过这2种方式啊，应该说窃取了大量的一个情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一家大型企业复星高科，它就通过层层的关系啊，它就投资了一家美国的保险公司。这家小型保险公司，它专门向一些高危职业的岗位进行投保，投保的是责任保险。一般保险公司不愿意接这种活，它有风险，因为它的客户啊主要是特工，就是 CIA 的特工，再就是这个 FBI 的特工。这些人有风险啊，全世界跑破案，经常的有这个生命风险，保费高。你只要投保，你就要写自己的证件号码、职业什么信息、受益人信息，你都得填吧？你这些不就是你个人的家庭信息吗？如果中共拿到这些东西，他有的放矢的，你现在正贷款买房呢啊，他知道你家住哪儿，知道你的社会关系，这就容易策反。威廉玛丽学院的这份调查报告发出来以后啊，马上引起了《经济学人》还有是《华盛顿邮报》，再就是《纽约时报》中文版的广泛报道。
大家逐渐把这个轮廓勾勒出来了。然后呢，中共啊急眼了，我看的是官媒观察者网啊，他就勃然大怒，说你们为什么要研究我们的对外投资呢？我们完全是为了创造美国的就业岗位来的啊，我们是这个善意的，我们没有破坏你们的国家安全，也没有窃取你们的这个知识产权。我在想，你要没干的话，你为啥这么着急呢？既然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各国尤其是一些富国可能会增加这种审查。虽然说你注册是开曼群岛的，你是维京群岛的，你是美国的一些什么加州、特拉华州的这种低税的一些州，那你的背景到底是谁？也可能经过层层的穿透，发现这笔钱居然来自伟大的东方大国，他正在一双眼睛盯着你们的知识产权，再就是你的情报和国家安全。通过这个调查报告，生活在中国的朋友们就明白了一件事儿，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你要想换点外汇啊，是非常难的，这些都被上面调用了。他真的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有人就讲，每人不是$50,000的额度吗？那是官面上实际上是非常严的。他就问你，你要换它干嘛？出国旅游是吧？那你要既然去日本旅游，你应该换日元，为什么要换美元？换美元，你有没有美国旅游或者商务留学的签证？很多人是获得不了签证的。你说我有签证，那你机票有没有订？酒店有没有订？你给我拿出来。你啥时候把这拿完了以后呢，他才有可能换给你外汇。至少说在一些2、3线城市啊，他要求就是这么严。当然北上广深可能要求松一点哈。另外企业，你说你要换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美金，你要做生意，那你把邮件给我看，而且是过去3个月的邮件，你怎么谈的，怎么报价的，怎么签的合同，你给我看看。你要说作假的话，你根本拿不出来。你看他对自己的国民和企业卡得这么严实，但是对外在搞情报、搞知识产权的时候，就4个字儿，叫放手去干。我这里信贷啊管够，这也是魔幻的外汇现实吧。好，今天这个新闻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另外一个频道叫大卫军情局，昨天呢我们分享了中共居然在用民用船只，他们在做登陆作战，而且还是趁着夜色偷偷进行的。如果您感兴趣，请关注大卫军情局。这两个节目，这两个频道，我们每天都会更新，欢迎您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天见。